嘿，各位老铁，今天这个视频可有点炸裂。最近消费者报告刚公布了最新一期的 SUV 可靠性排名，结果简直让人大跌眼镜。他们评出的这6款神车口碑好到近乎完美，堪称公路上的6边形战士。但万万没想到，那些我们印象中可靠性天花板的豪华品牌，这次竟然集体哑火，一个都没能挤进前列。更魔幻的是，这次荣登榜首的 SUV，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它恰恰是很多人走进 4S 店眼皮都不抬，直接无视的平民车型。就在揭晓答案前，我还得先给大家戳破一个天大的误区，90%的买家都会犯的错。这个错误能让你的车多贬值几千块，而且还在不知不觉中延长你的保修期，让你的维修账单越来越厚。这还不算完，当我们把这6款车都跑到5万英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为啥有的车能跑到20万英里依旧生龙活虎，有的车才5万英里就各种小病不断，直接报废？答案全都藏在他们的设计里。今天我就把这6款神车挨个给你盘明白，让你彻底明白可靠性从来不是运气，而是厂商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出来的结果。所以请系好安全带，因为揭晓榜首车型的那一刻，不仅所有车评人惊掉下巴，他那个高达97分的逆天可靠性评分，甚至让整个品牌都原地满血复活了。第2名呢是丰田 RAV4 混合动力版。这可是一款容易被大家忽略但又特别稳健可靠的 SUV， 它就像咱们工作里的大工程一样。你还别说，直到大家看到它的数据，那全场都安静下来了。消费者报告一直都把丰田 RAV4 Hybrid 评为美国最可靠的车型之一，而且这数据那是实打实的。这车子都生产4年了，连个显著的机械故障模式重复发生的情况都没有，电池没被投诉过，逆变器也没问题，更不会有什么变速箱灾难。它就像一头老黄牛，虽然开着可能有点乏味，但是性能特别稳定，那些修车的技师都偷偷喜欢它。这 SUV 厉害的地方就在它的动力总成上，丰田设计它可不是为了炒作或者追求加速度的数字，而是真能让它长时间稳定运行。这套混动系统直接从丰田全球零件库里拿的坚固架构和出租车、配送车辆还有海外商用混动车都是一个家族的，那些车轻轻松松就能跑30万英里，就跟热身跑一圈似的。好多车主都跟我说，就算车上装满了装备，宠物还有家里人，乱七八糟的一堆，这油耗还能保持在40多英里每加仑。而且和有些竞争对手不一样，它这系统几乎不会退化。我就见过一辆跑了15万英里的 RAV4 小时 Vibrate， 油耗还跟刚出厂的时候一样。在财务方面，这事儿就更牛了。这车型3年之后还能保留大概70%的价值，和汉兰达差不多，好多豪华品牌都比不上它。你花个主流价格，就相当于买了一辆能当长期投资品的新车，这多值啊！再看看它的内部设计，还是经典的丰田风格，用料特别结实，耐磨得很，操作也简单直接，那些小零件啥的，开个6万英里都不会坏。排名第3的本田 CR-V 混动版汽车，这可是款相当厉害的 SUV， 安静性能那绝对是行业标杆，低调不浮夸，完全靠扎实的工程设计说话。它外边是那种特别亲民的家庭化外壳，就像一个可靠又实在的伙伴，默默为你服务。消费者报告给它评了个同级里最高的可靠性评分，说真的，这完全不意外。本田把打磨了10来年的混合动力系统融入到这款车的动力总成里面。你就想啊，人家花这么长时间精心打造出来的技术，那效果肯定差不了。感觉这车轻轻松松就能跑到25万英里呢。这 CR-V 混动版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那稳定性，要说有多稳，夸张点说，就跟开着定海神针在马路上跑似的。车主们反馈，前几年产的那些车一点大毛病都没有，而且混合动力电池也不衰减，电路不会突然出故障，变速箱更是稳稳当当，完全没有那种让人头疼的大问题。它的电动机辅助使得加速过程特别平顺，就像坐电梯一样丝滑，再加上 eCVT 变速箱，彻底告别了传统 CVT 像橡皮筋一样的延迟感。平时开车的时候啊，汽油引擎基本不用怎么干活，除非你去爬大陡坡，它才会出来露一手。咱再说说让技师们都赞不绝口的地方，本田坚持的是简约设计理念，这车没有那些复杂到让人头大的传感器，也没有开个6万英里就不管用的花哨功能，更没有脆弱的空气悬架。就这样靠着可靠性和效率的完美平衡，轻轻松松就能达到每加仑40多英里的油耗，这啥概念呢？就是说在保修期还没过的时候，这油钱都能给你省出来，相当于车钱都回本了。进到车里，内饰还是延续了本田那经典的风格，用的都是特耐用的材质，而且人体工学设计也特别简洁，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开着它既没有奇怪的响声，也没有难闻的味道，更不会有内饰褪色的问题，这保值率也不低，和丰田有得一拼。开3年之后还能保持68%至70%的价值，妥妥的是美国长期持有成本最低的 SUV 之一。
要是说雷克萨斯 NX350小时是科技感满满的豪华混动车型，汉兰达混动是3排座里的效率王者，那这本田 CR-V 混动版就是个默默无闻、踏实可靠的工作者，兢兢业业的为你服务，绝对是家用车的好选择。排第4的是丰田汉兰达混动版。咱都知道，一般3排座的 SUV 开没多久就容易出各种毛病，动力啥的就开始不行了。但这丰田汉兰达混动版可不一样，它就是个例外。消费者报告给丰田汉兰达混动版打出了96分的高分，这分数可太惊人了。说实话，等你了解了丰田造汽车的那一套逻辑，就会觉得这96分都给低了。丰田啊，它不追求那些花里胡哨的新技术，也不会去干那种重新造轮子的傻事儿，它采取了一个特别明智的策略，直接把普锐斯和凯美瑞经过市场检验的混合动力系统放大。这套动力总成那可是有几百万公里的实际行驶里程做支撑的，里面没有那种还在实验阶段的部件，也没有每年因为工程设计带来的风险，用的全是经过几十年打磨的可靠组件，成果那是相当惊艳啊。这一代的汉兰达混动车型都上市4年了，到现在都没出现过啥明显的故障。你去查投诉记录，去论坛上看看，再翻翻召回历史，几乎啥问题都没有。这在3排座 SUV 里可太少见了，尤其是对于这种既要承担混动系统的电气负荷，又要承受机械压力的车型来说。这里面的秘诀之一就是丰田那近乎偏执的质量管控，每一台汉兰达混动车在出厂之前都得经历847项独立测试。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拿着个记录板用肉眼看看钣金缝隙就完事儿了，那都是真正的诊断扫描、校准压力测试，还有 M 级的密封检测。丰田把这款车当成一个长期的科学实验来做，而不是简单的流水线产品。在经济方面，这汉兰达混动版也让人惊喜。大部分3排座 SUV 贬值贬的那叫一个快，3年时间价值能缩水45%，但这汉兰达混动版能保持70%左右的价值。你想想啊，花5万美元买一辆家庭用车，过了几年还能有3万5千美元的残值。这么一算，买汽车就从一个往里扔钱的无底洞变成了一笔明智的投资，而且它还能实现每加仑汽油跑35英里的油耗，有8座的空间，还有5000磅的拖曳能力，这性能没话说。排第5的是雷克萨斯 NX350H， 这可是一款 SUV。你看啊，它身上搭载了老多科技配置了，可就这么个车，居然能拿到近乎完美的排名，你说神不神？消费者报告给雷克萨斯 NX350H 打出了94分，这分数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不过呢，要是仔细看看它的配置，按道理说不该有这么高的分。它装了自适应悬架，这悬架厉害啊，每秒能调节好几百次，还有那数字后视镜的触控板，响应老灵敏了。车内的氛围灯，那色彩比拉斯维加斯酒店大堂的还绚丽呢。车上的电子设备多到能把多数技师都给吓退。按正常情况来推断，这么多电子设备，这 SUV 不就跟个移动的软件故障源似的吗？但关键就在这儿，雷克萨斯没着急把这车推出来，他们把上市时间推迟了整整11个月，就为了修复量产前发现的17处潜在故障点。在咱公众看到实车之前，人家把整套系统都彻底重构了。所以啊，当 NX350H 最后在展厅亮相的时候，它根本就不是初代产品，而是第2代车型。严格说起来，它就没经历过初代。再说说它的混合动力系统，雷克萨斯没用常规车型的技术，而是从丰田工业设备部门弄来了部件，就是那些用在叉车和仓储机械上的系统。这些系统可是经历了经年累月的全天候不间断运转的。也正因为这样， NX350H 油耗表现相当不错，能达到39英里每加仑，加速性能更是超过了非混动版本，从静止加速到60英里每小时只需要 6.8 秒。这 NX 的内饰啊，更像是迷你版的 LS， 可不像是紧凑型跨界车，里面用了半苯胺皮革，缝线也做了加固处理。用的复合材料在极端气候下既不会开裂，也不会释放有害气体，这座舱豪华得很，能优雅地变老。不过呢，经销商有点暗自嫌弃，为啥呢？因为雷克萨斯卖这款 SUV 的时候加价率低得离谱，人家就是想直接从德国竞争对手手里抢市场份额呢。咱今儿个聊到第6名的车，那就是斯巴鲁傲虎荒野版。消费者报告给这款 SUV 打出了93分呢。但说实话啊，这数字可没法完全体现它经历过的那些考验。这台车可不只是可靠，那简直就是坚不可摧。它在死亡谷127华氏度的高温里照样存活，在阿拉斯加零下40华氏度的暴风雪中稳稳挺立，还经受了特别残酷的越野考验。换作多数车辆，估计几个小时就得报废。可傲虎呢，一点事儿没有，稳如泰山。斯巴鲁以前确实被老款发动机缸盖垫片故障给困扰过，
不过呢，人家痛定思痛，彻底重新构建了发动机缸体，革新了金属材料工艺，还重新设计了密封技术。现在啊，每一台发动机在装车之前都得连续测试200小时，在批量生产的时候，每一台发动机都必须通过测试，这就说明人家绝对不是敷衍了事。这款 SUV 耐用的秘诀啊，其实就在于斯巴鲁舍弃了一些东西，他们取消了电子驻车系统，也省去了传感器驱动的电动尾门，还简化了那些经常引发故障的复杂系统。要知道，车开了6万英里之后，零件越少，故障自然也就越少。这种设计理念那可是贯穿了整台车。底盘防护用的是实心钢板，可不是那种装饰性的塑料。悬挂部件的尺寸那都超规格了，就按这个重量级的标准来衡量，这绝对是顶级的赞誉。它这设计理念啊，就好像是预见到用户会把车真正投入到现实世界里去用，而不是只停在雷克萨斯停车场里摆拍。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傲虎荒野版也特别厉害，3年之后它还能保留大概72%的残值呢。这可比某些豪华 SUV 表现好多了。那些豪华 SUV 卖双倍的价格，还得使劲证明自己价格合理。当一台车这么坚固，设计又这么简洁的时候，消费者心里都有数，二手车的价格就是最好的证明。嘿，家人们，今天咱来聊聊汽车圈的事儿。在众多 SUV 里，荣登榜首的就是讴歌 MDX 啦。咱都知道，讴歌这个品牌之前差点就没了，情况那叫一个危急。但是人家 MDX 一亮相，直接震撼全场。消费者报告给他打出了97分的高分。要知道，这个分数一般可都是给那些基本不会出故障的车型的。我跟你们说，真正让我特别震撼的是，这 MDX 可不是豪华版的本田 Pilot。虽然他们共享平台，底层工程架构看着有点像，但实际上那差别可老大了。讴歌把所有关键部件都重新打造了一遍，像悬架几何结构、电子架构还有隔音系统，感觉它就是要向整个豪华车领域证明自己的实力。你要是第一次开上这 MDX， 马上就能感觉到它的不一样。它的隔音材料那叫一个厉害，不光厚，而且是到处都有，车门、地板、车顶，每一寸空间都塞得满满的。路噪还没钻进车里就被干掉了。电子系统也做得特别精细，稳定可靠，得让人意外。在德国 SUV 里，这种情况可太少见了。我在维修车间就亲眼见识过。底盘调校这块那可是讴歌下了大功夫的地方，他们花了整整24个月来打磨悬架系统。2年啊，大多数厂商6个月就随便弄完事儿了。可讴歌就是不满足，一直搞到这辆车开起来像豪华轿车一样舒服，操控起来就跟只有1半重量似的。不过最让车主们惊喜的是 MDX 对养护的要求特别低，基本上定期换个油，给轮胎换个位就差不多了。售后部门还专门弄了个提醒程序，为啥呢？因为车主们老是忘了这辆 SUV 还需要保养，拥有这么一辆车简直太轻松了。讴歌对自己的产品那是信心满满，主动把动力总成的保修期延长到了6年或者7万英里。这可不是为了应付危机，这是实力的体现。它开起来又舒服又安静，高速行驶的时候稳得很。第3排座椅那是真的实用，可不是那种让人难受的座位，也不是狭窄的应急长凳，是实实在在能坐人的空间。成年人坐进去不会感觉像被折成了随身行李一样憋屈。这6款 SUV 啊，证明了汽车行业不想让咱知道的真相，可靠性可不是碰运气，那是精心设计出来的。那些能在消费者报告上排榜首的品牌，可不是靠弄些花里胡哨的触屏或者诱人的租赁方案，而是实实在在打造能经得住考验的车，开10万英里都还结实得很，可不是开个1万英里就不行了。所以啊，咱买车得选工程技术过硬的，别只看品牌光环。家人们在评论区跟我说说哪款车最让你意外，又有哪款你正考虑买回家呢？要是这个视频帮你避开了糟糕的购车选择，就点个赞，再订阅一下我的频道。我后面还会深入分析各大汽车厂商不想让咱知道的那些可靠性方面的重要信息。